说是川藏路上有徒步的女孩子搭车，可以出卖色相。著名的318国道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 Hello， 人家公安三个周明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丈夫两头马。马上就要入夏了，西藏也即将要迎来旅游的高峰期，全国各地的朋友准备出发了。现在进藏可以坐飞机，可以坐火车，也可以徒步、骑自行车，也可以自驾游。现在就在318国道上，后面这条路呢就是进藏的经典路线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川藏线。西藏是青海、四川、云南、新疆等地居，进藏的公路也有5条，除了岭察公路不好走，其余的路都比以前好走的很多。进藏的几条公路中，新藏公路可能是最孤独的，全长上千公里，经过的村庄不超过10个，一路上是大片无人区，平均海拔4500米，完全不适合徒步。青藏公路和铁路相邻，是很重要的货运路线，也就是说，最适合进藏的路线就是川藏线。因为川藏线来往的车辆比较多，路上的景色优美，而且无人区比较少，离成都出发比较近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川藏公路是第一条进藏的公路，一直以来都是徒步、自驾游首选的路线。其实关于这条著名的公路，有几条比较著名的谎言，很多朋友没来过西藏，但却听到了这些。今天来分享一下这些故事，看看真实的情况是如何。我现在就在路上，关于川藏路流传着很多故事和骗局，有那么几个，一个呢就是穷游女搭车，第二个呢就是川藏线上垃圾成堆，第三个呢就是驴友要钱等等。这些故事是真的吗？我来告诉大家真相。首先呢，说第一个。因为早些年网络不发达的时候，很多人对事物的认知都来自于论坛。可能有几位朋友在论坛分享了一个故事，说是川藏路上有徒步的女孩子搭车，可以出卖色相。相信外地朋友听到了第一个故事呢，就想化身为川藏线上的司机，从而搭上穷游徒步的女孩。一听到这个，大家就都选择相信，认为川藏线上应该存在很多穷游的女生搭车。事实上，川藏线虽然风景秀丽，但是海拔很高，路况也有一定的危险，会经过一大片的无人区。一个人选择徒步，肯定是需要勇气和毅力，以及对川藏路线足够的了解。不会有女孩子会选择单人徒步川藏线，就算是徒步，也会跟上一些伙伴。而且川藏线上的司机大多数车里都有伙伴，坐不下多余的乘客，很难打斗车子。所以这是川藏路上最大的谣言。如果亲自走川藏线，就知道徒步需要多大的勇气了。但是不否认有徒步旅行者搭车，但是有男有女，而且只是单纯的打车。如果徒步时间有点晚了，就会搭车到达县城，不然的话无人区比较寒冷。所以呀，有些朋友不要把川藏线搭人当成了一种梦想，而是要当成一种善良。除此之外，有真正搭车的朋友，也有骗钱偷钱的人。这些人会假扮成穷游，举一个牌子说是自己钱和手机都丢了，从而寻求路人的帮助。这些人呢，其实大部分都是骗子，通过一个可怜的事情引起路人的同情心，可能骗一段路，骗一顿饭，骗一些钱。所以我希望来旅行的朋友要仔细辨别，有的过分的人甚至会偷钱。一定要做好事儿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财产，当然我相信这样的现象全国都有。另外呢，也有人川藏线垃圾遍地，这也是之前网络不发达的时候传出来的谣言。实际上呢，人们的素质越来越强，不会路上还留些很多垃圾。川藏线确实存在垃圾，但是少部分人留下的，大多数的时候都不会留下垃圾。来这边旅行，我们要珍惜当前的环境，好好保护我们的家园。最后一个就是在川藏线途中买藏区的特产一定要注意真假，因为真正的风干牦牛肉干几十块钱是买不到的。西藏的新鲜牦牛肉市场上1斤40块钱到50块钱，至少2斤肉才能风干到1斤。如果10几块钱就能买到1斤牛肉干，肯定是假的，因为做生意不可能是亏本，这个价格连保本都不行。所以在路上遇到卖虫草、卖牛肉干太便宜就不要买。最好的建议就是都不要买，到了西藏城区找当地的朋友带你去买。所以川藏线其实有好的事物，也有不好的事物。通过今天的提醒，希望大家的旅行更加愉快。
看完这个视频，相信大家都知道了真相，可以放心到西藏来游玩，也对藏区有更直观的了解。在这里要提醒各位，川藏公路虽然路况比较好，但是开车也要注意安全。东川的公路上会有积雪，备好防滑链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由于撞死了牛，所以肯定是要赔偿的。那么赔偿多少呢？有的人说要赔偿10倍，要不然就不让你走。在西藏撞到牛羊该怎么办呢？ Hello， 链接不上3号卓美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又到了318国道，前几天做了一期关于318国道骗局的视频。其实关于藏区的马路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而且被传了很久，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圈子。众所周知，西藏是一个以过去为主的地方，村居民家里要么就是种地，要么就是养牛羊。西藏有的农村就在马路旁边，这边是农村的家庭，这边是山或者是草原。西藏的特点是地广人稀，城区面积不大，大部分都是自然的山水。平时除了把牛羊养在圈里面，还会把牛羊放在自然的环境中吃草散步。在西藏的路上开车，常常能看到边上的草原有成群的牛羊。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，放牛羊的时候从山坡上跑到了马路上面的很多牛。比如说318国道，开车就能看到路上的牛羊。而有的朋友开车太快，不小心会撞死一头牛。那么撞死牛怎么办呢？如果不小心撞到了，首先应该在原地等候主人，或者主动找人协商。大家都知道牛肉比猪肉贵牦牛肉又比普通的黄牛肉更贵。由于撞死了牛，所以肯定是要赔偿的。那么赔偿多少呢？有的人说要赔偿10倍，要不然就不让你走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卓玛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试图找到真相。首先说一个结论吧，这样的现象也是有的，否则不会传出这样的故事，说明真的有人遇到事实，造成了不愉快的经历。但是这个事情仅限于藏区和西藏吗？这绝对是不可能的。比如我的四川朋友在四川农村开车，别人的水牛蹭上了车，也遇到了一些不依不饶的人，必须要赔偿的。实际上，现在撞了牛羊，首先可以联系交警，会判定责任。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私下决定。我不否定在全国范围内可能遇到并不讲理的人，因为每个人的脾气是不一样的，内心所想的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不是西藏的特例，可能是西藏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否则也不会有人空穴来风。其实这种现象全国都有的，并不是只有西藏才发生。但是卓玛相信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种事情了，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好了，而且也会有文明的规定，最大的限度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。遇到这种事情，首要联系交警，通过现场来判定责任。如果选择私下决定，肯定是不合理的，因为无论是谁，自己心爱的牛羊少了，内心都很难做到理性的。而这个时候需要有第三方人来调解，因为旁观者清，他能判定的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对谁错。现在有文明的规定，撞到牛羊只能按照市场价赔偿，否则就在敲诈。那么要保障自己的利益，要第一时间联系警察。除此之外，藏族朋友大部分都是很讲道理的，如果不小心撞到了牛羊，双方一定要心平气和讲道理。其实当地人不会不依不饶，就怕有些人蛮横无理。我不希望某些个别的事影响人们对西藏的印象。有些人因为这个事儿给卓玛说不敢到西藏，这其实不至于的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西藏依然是一个美好的地方。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开车注意安全。我后面的318国道是在市区，所以马路呢比较宽敞一点，但是出了市区这一道只有双车道，开车慢些，这样就能避免撞到牛羊，也能让自己更安全一些。家和万事兴，相互理解，相互尊重，我们的明天会更好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